好，那洪醫生，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說，我在某種狀況下，我有的要降到55，有的要降到70，要降到100，降到116。那我要怎麼降呢？我運動嗎？我飲食嗎？我或什麼方式，我可以把它給降下來我的 LDL 了 ？OK， 那個人家研究的結果哈，就是說，那個如果你光是運動，大概是5%左右哦，5%左右。那飲食呢，大概就是飲食控制在5到10%左右。那飲食加運動啊什麼這些，大概都5到10%，但是這些是因人而異。你可以盡量努力，但你可以自己試試看。那有人說我再試試看，但是你要人家研究的結果就是這樣。對。那還有另外一個研究就是說，平均就是8%了。平均飲食加運動就是8%，而且很難持久，很難持久。就是說你大概一段時候大概又會回去。所以我們可以自己，如果說不死心，你可以試試看。你現在目前，譬如說你抽了一個。膽固醇很高，尤其 LDL 很高，你就試試看，然後你去運動、去飲食控制，然後之後你看看你能夠降多少。我們有人可以降到20幾，但是平均來說是8%。但要特別強調哦 ，LDL 用膽固醇來降，不用飲食運動來降不容易。三酸甘油酯是另外一個故事，三酸甘油酯用那個降很快。那個只要能夠戒酒啊，那些效果很好。对，所以那減重啊、運動啊那些大概都5到10%。但是藥物隨隨便便一些輕鬆的藥物，那個他汀啊，大概一天有時候不到5塊錢，不到10塊錢的那些藥物，大概可以降30%到50%，甚至你再加一些別的，可以降到甚至60-70%都可以。川普用的就是他汀。川普他用他汀還再加上另外一個藥。那川普這是另外一個有趣的事情。那個川普他那個新聞上面都講，他愛吃漢堡嘛，愛吃漢堡，然後他愛吃牛排，吃漢堡，吃牛排吃漢堡，然後他的桌上還有一個紅色的按钮，按那個紅色按钮之後，人家就會送健怡可樂，好像是零卡，对，健怡可樂，他會送那個可樂來，所以他飲食你就知道他這個高油高什麼那些，他從不控制，但是呢，他在第一任的時候，他那時候 LDL 是140幾，然後他這次在去年4月的時候，他們就公布他的健檢報告，他的 LDL 壞的膽固醇是51哦，這樣51，所以他用的是2種药，一種是冠质妥，還有另外一個是胰妥，胰妥是一個 ezetimibe， 那是抑制食物吸收的药，所以换句話說，你可以想象川普的想法，大概是說，哎呀，那個飲食我没辦法改了，我不控制，但我就靠藥物，但這些就是另外一種另外一種想法了。对，但川普就是靠藥物就可以降51，但是光靠飲食控制，大概預計其實他140幾，大概可能可以降到130、120吧。对，大概離標準大概都還差一段。是，所以用藥也是另外一種邏輯。不，洪醫師，像我自己就有經驗，是我以前的 LDL 一直在130掙扎，有一陣子我很努力，降到159。可是降到119，對不起，就是130上次一直震盪。OK， 震盪完以後，我很努力去飲食啦、運動啦，我就降到119，降到119我就受不了，再量沒多久140，我抽了159，我就放棄了。我的醫生說好吧，我就給你吃，就像講我開始吃冠質妥。我吃冠質妥呢，我怎麼降？我從159降到了66，那降的非常多。我的醫生說你的效果非常好。可是我有另外一個問題，我的 ALT。就是我的肝指數就上升，所以有人講說為什麼很多人不想吃藥，就是我都擔心藥都有副作用啊。那我吃了這個，的確我吃了冠質妥這個他汀，我的確從159我真的是降到66，看起來是很安全了。可是我的肝指數卻一直往上飆，本來是它標準是我升到38是還是這個？其實，在嚴格上來說，它是雖然在正常的。還是在正常中間，我们這個不把它當作是肝功能的異常了，因為肝功能異常，有的人就升到50、60，但這有的時候就是一件事，就是說你必須要衡量它的好壞，衡量它的好壞。肝功能如果說是因為你38還在正常範圍之內，所以這個它會不會有任何影響？對人體不會有任何影響，一點影響都沒有。那但是如果說到2倍呢？到3倍呢，那是另外一個故事。對，如果到2倍到3倍，那下一個問題，肝功能是如果說你升高了2倍，那但是你現在心肌梗塞機會下降了50%，那肝功能2倍會不會死？不會死啊。會不會有什麼影響？會不會造成肝硬化？不會啊。也會不會造成什麼問題？不會啊。那選擇的問題。那選擇，但是你死亡率就下降了一半。對，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選擇的問題。當然還有一些別的一些藥物。就是這是他汀，那還有的人就是比如說用打針的藥物啊，或什麼另外一些的
藥物，甚至有6個月一針的，有2個禮拜一針的，那些1個月1萬塊的那些藥，理論上不影響肝功能，但是那些呢，那些就很貴了，1個月1萬塊，但那種理論上也不影響肝功能，所以有很多很多別的方式。是好，那剛剛的另外一個是。很多人不想去這個所謂的 LDL 這個去處理膽固醇，他說：“哎，你膽固醇也不能降太低啊。”他說：“膽固醇降太低，你會有失智的風險。所以因為你的腦子是需要一些膽固醇，需要一些營養的。其實膽固醇就是帶這些營養的。那你把這些營養降到最低的時候呢，你的腦的營養就不夠了。你腦的營養不夠了以後，你的腦子就會失智，就會有問題了，是這樣子嗎 ？OK， 那個這個就要講述我們的一些科學的研究的方法。OK。很多觀察性的研究就發現哈，我們的失智跟我們的膽固醇的高低，跟 LDL 的高低，它是成一個 U shape。什麼叫 U shape 呢？LDL 太低的人，那個失智比較高；那 LDL 太高的人，失智也比較高。就是 LDL 在中間的人比較沒有這個現象。但是問題，這些是一些觀察性的研究。那觀察性的研究呢，它就有幾個可能性。OK， 可能性一是因為就是膽固醇太低會引起失智，可能性2是失智引起膽固醇太低。OK， 為什麼呢？我們來那個以前的衛生署長講過一句話，他說哈，那時候在是二代健保，2代健保的時候，那時候人家就說你這有單身懲罰稅。那他那時候就冒出一句話，他說哈，單身的人容易精神病。他冒出那句話，單身的人容易精神病。然後那時候引起軒然大波，人家就說這怎麼可以講這種話？就是單身那個，但是。他那句話有沒有引什麼點？我想一定有什麼研究。但是我要問各位一句，是單身容易精神病，還是精神病容易單身？因果的問題。所以你可以，它會有相關性，但不見得是因果關係。你不見得是這樣過來，可能是這樣過去。所以那麼再回到失智的這些研究，失智當你觀察到。LDL 太低的時候容易失智，太高也容易失智。那這個到底 LDL 低容易失智，到底是 LDL 是因還是果？因為失智的人大家也知道，那個如果照顧過失智的人，你餵他一口飯，他停在那邊半天不吃，然後到後來營養鼻胃管都灌不進去，所以你說失智人通常都有營養不良的問題，常常會有營養不良的問題。但是這是一個假設 ，OK， 假設一是因為 LDL 太低，然後引起腦部的那些那個細胞不好啊，所以造成失智，可不可以？可以。可不可以是2呢？因為你失智，所以你營養灌得不好，所以你 LDL 太低，可不可以？也可以啊。但你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你要靠的是一些我們叫做 randomize， 就是就是分組的研究。對，所以就找一堆人，一組把 LDL 降低，另外一組 LDL 不要降低，然後就是來比看結果到底怎樣。結果後來發現哈，LDL 降低的那組可以減少失智，可以減少失智。所以在後來，甚至他們還有一些研究，就是說哈，在腦部的細胞裡面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說我們有個就是腦部跟血液中间有個腦血屏蔽，腦血屏蔽就血液中的 LDL 跟它不會進到腦子裡面，而且腦子裡面它自己本身會制造，它有幾個細胞，它會制造那個制造 LDL， 還有制造那個制造 Apple， 就是反正就制造它的那些東西，所以腦部跟它是2個不同的環境，所以它的是不会造成失智。所以現在目前認為是說，要預防失智，你要降膽固醇。所以這個中間就牽涉到一些，所以如果說各位看到任何一些的就是任何的資訊，就說失智會LDL 太低會引起失智，你一定要先看一下，他用的是觀察性的研究，還是一個叫做等於說我們治療性的這種看的研究，因為這個方法不同，你就會得到不同的結論。那另外就是你要吃药，對很多人來講，很多人都有一個西醫是毒，我吃了以後有副作用，那我就不要吃西醫，那我就去吃一些別的，什麼紅曲有的没有這些補品，或者用那些來降我的這個膽固醇。吃補品可以替代這些藥品嗎？你試了就知道，試了就知道。但是我必須要強調一件事哈，各位那個藥物哈很便宜呢，便宜。藥物那個现在目前的藥物，像那個冠之妥，那個健保给付價最近又被砍了，對，小於10塊錢，小於10塊錢。那我就是吃冠之妥，冠之妥那個小於10塊錢，那個一個月哈，大概一個月大概不到300塊。那我要問你的保健食品一個月多少錢？你要先稍微做個計算。那另外還有一件事，有沒有效？問你的抽血結果就知道。你可以很簡單，你現在目前，譬如說你現在目前先抽了一個血，
發現，譬如說像寶傑您的那個 LDL， 譬如說150幾，對，我最高到159，159，我們就是159，然後之後你去吃個保健品，然後你看能降到多少？那冠之妥10毫克大約可以降，那個人家研究結果是大概是降46%。我從159降到66，你降到66，你遠超過46%，你超過的更多。但是就是它這樣理論上它可以降40幾50%，就是一天不到10塊錢。那你的保健食品能降多少？這是另外一件事，你抽血就知道，抽血就會知道結果。好，那洪醫師，另外就是我在你的書裡面看到這張圖，是他說心血管裡面，心血管疾病最後的結果，它造成什麼？是你周邊的這個肌肉是壞死的。是，這個圖看起來讓我覺得有點驚恐哎。OK， 那個這是在介紹什麼叫心肌梗塞了。那個圖就是我們心臟的血管哈，心臟血管像一個丁字褲，像個丁字褲。那個我这畫的是丁字褲前面那一條，所以前面那條最重要。OK。那當我們的血管突然一下完全堵塞，突然一下土石流的時候，血流過不去，後面的肌肉就會壞死。所以後面那個右下角那個三角形都是壞死的，那都壞死的狀況。而且這個壞死哈，那另外在這邊就順便就強調一些重點。這個壞死臨時的土石流，那個肌肉壞死是從內往外，然後隨着時間越久，它就壞死的越多。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燒房子，灰修處燒房子。大概12個小時之後，這一塊的區域就是通通活不了，肌肉全部壞掉。那但是灰修處，但是如果是你越早1分鐘，對，把血管打通，等於說越早1分鐘救火，消防員來，你就可以救回越多的肌肉。所以每一分每秒都很重要。所以講心肌梗塞是跟死神搶時間，搶時間。那時間就是我們的心肌。所以不是講說我在多少時間裡面救回來就沒事了？不是，是我每分每秒都在損傷我的肌肉，是，只是到了某個臨界點之後，它就全部完蛋了。不，就是因為你已經燒光了，房子已經燒光，你消防隊再來就沒效了。對，所以這個意思說，所以不是說哈，因為有的人會說啊，那個不是說那個黃金時間是12小時，或者中風什麼黃金時間什麼3小時、6小時或者什麼那些就是每一分每秒都在計算，就是說你時間越快打通，就是消防隊越快熄火。你就越沒事，損失越少，所以這個最主要的概念是這樣。所以萬一臨時發生心臟病的時候，你大概有幾分鐘，你先想一下到底是不是這個，然後你含個含片沒效，再含一個含片沒效，對不起，不对了，趕快緊急送醫，而且越近越好。對，這時候你不要再挑什麼名醫，挑什麼大醫院，你就就近。因為這個就近，萬一你塞車塞了40分鐘，對不起，你就房子就多燒40分鐘。可是我剛剛講，我要在什麼樣的感覺上發現不對，我就要趕快去醫院嘞。通常的這種感覺就是你會最典型的感覺就是突然一下胸口悶啊，或痛啊，或者是突然一下的喘不過氣來，就是整個大石頭壓住的感覺。有的時候會冒冷汗，有的時候會有時候會冒冷汗，有的時候會整個虛脫的感覺。通常來的時候你都會知道。你到時候就通常會知道，但因為如果你有。可是你不是講說有60%幾的男生他是第一次就是很嚴重的心肌梗塞，可是我以前沒有經驗，我怎麼會知道呢？所以就是你當你突然哪一邊車子壞掉了，你會知道，就那個，所以你平常都沒有感覺，因為平常的大部分的60%幾都是沒有感覺啊。對。那其實這還有另外一個，剛剛我們講的那個是60%幾是從塞的地方來看，那另外還有一個是另外還有一個是從症狀來看，從症狀來看。62%的男生在第一次發作心肌梗塞之前是沒有症狀的，心肌梗塞或猝死之前没有症狀。46%的女生也是一樣，之前没有任何症狀，這是以前。那在最近就是2026、2025的年底，2026，它還有另外一些研究，就算到了現在他們新的一些，他們發現還是一樣，一半以上是在發作之前沒有症狀。但你說你如果發生了，你自己會有感覺，對自己會有感覺。但這中間大部分人有感覺，但是有一些時候舉例來說，像糖尿病的人，或者是洗腎的人，因為糖尿病跟洗腎的人，他久了以後，他有時候糖尿病久了，他有4樣東西會變差：眼睛、腎臟、神經跟血管神經。但有時候他神经他会感覺不太好，所以有的时候糖尿病人他會有一種叫無痛性的心肌梗塞，對，無痛性的心絞痛，這時候就很麻煩。那時候你的感覺可能只是喘或一些什麼其他的一些狀況，所以但是你就會覺得不對，就很奇怪。那有時候就甚至還有人是一些什麼上腹啊或什麼其他感覺，所以但是你只要覺得身體不對了，我想就是真的不行的時候，尤其是當危險因子越高的時候，越要盡快就醫。
那洪醫師，你書裡面也提到說，有不只是說 LDL， 不只是血脂，也包括了高血壓，也包括了这個血糖。那這個等於說血壓部分，你是講每天一定要量血壓，而且你要講左右手都要量血壓。不用每天左右手。OK， 量血壓哈，大家都知道量血压，但是血压哈，量血压的眉眉角角太多了哈。我先那個大概我們量血压，我們大概會建議幾件事。那個在醫院量到的血壓跟醫院在家裡常常不一樣。醫院你可以想象一下醫院的那種場景，那個吵架，然後亂的不亂。那種場景的時候，你的血壓常常跟家裡就完全不同，所以我們通常建議說在家裡要量。那家裡量的時候，第一件事你要先選血壓計，先選血壓計。那選血壓計的話，要選手背式的，會比手腕式的要好。手背式的比手腕式的要好，但還有一點點小小的訣竅，如果你還要根據你手背的大小來選你的那個臂帶哦，那個如果你 size 那个如果你是很瘦的人，你就要選很小的。那如果你是像馆長一樣那種超級猛男的，那你要選大的。不然的話都是一般人的。OK， 然後你買了血壓計回去之後，你要先做幾件事，就是說你回去之後，你開始量血壓的時候，你剛開始量的時候，你就是右手量完量左手，第二次左手量完量右手，第三次右手量完量左手，你大概要花一點點時間，知道自己的血壓是哪隻手血壓比較高。對，以後。當你知道哪隻手血壓比較高以後都以那隻手為準。哦 ，OK， 以後血壓高的手，要以高的那手，相對高的手。對，像我的右手比左手高10，所以右手比左手高10，所以我通常一定要量右手。但我什麼時候會量左手呢？如果那個有個健檢我非要過，然後那個我就作弊一下，我就左手就伸出去。所以，但是就是對我來說，標準的血壓是右手。OK， 有的人是左手，不一定，那每個人不一樣。然後當你知道哪隻手血壓比較高以後，然後我們再說722法則。理論上因為幾件事，洗完澡之後血壓不準，吃完飯以後血壓不準，你憋尿的時候也不準，然後還有什麼這些，還有洗完澡啊什麼這些，大概這些都不準，所以我們也不要在吃完飯以後量，也不要在洗完澡之後量。那比較標準的時間是早上起床1小時之內，跟睡覺前1小時之內，就起床1小時。1小時內了，各1小時內，然後最好是連續7天，早上、晚上大概都各量2次做平均。但是哈，因為你量久了，你自己會知道一些自己的一些那個，我們有病人哈，禮拜6、禮拜天就正常了。禮拜1到禮拜5就高，OK， 工作的。那還有的家庭主婦，禮拜6、禮拜天就高，禮拜1到禮拜5就正常，被小孩給那個的。那還有的人還有的人是那個，我還有病人哈，從退休的那一天開始血壓就正常了。哦，是。那還有的人冬天會高，有的人夏天會低。那每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但你多量你就會知道自己的狀況，你會知道韻律。但是基本上大概都要先休息5到10分鐘以後再量，通常要休息5分鐘以後再量。休息5分鐘以後量，然後量的時候還有一些很講究，手要有依靠，然後兩腳要平放在地上，然後不可以講話，人要放輕鬆，然後那個不可以生氣，不可以那個，反正就是平穩的狀況，這樣才比較準。那另外剛剛講的是 LDL 的，我們都有130，後來像剛剛講要116，甚至有人到55。血壓現在也是這樣，也讓我有點困惑，因為以前我們的血壓是說你不要超過130，你這應該到140，後來講130，那現在又告訴我是120，你的這個舒張壓本來是90，現在要告訴我是80，那到底現在的標準是什麼？OK， 那個第一件事哈，130/80不是130/80，什麼叫130/80不是130/80？因為最早的那些人家很多的治療指引，他的研究他是怎麼樣？他的研究就是說，很多人到醫院去。醫院在一個休息溫暖的環境，然後在一個研究的場所，在那邊之後你休息了之後，然後人家來幫你量的。但這個中間就有些困擾了。我們在什麼時候我們會得到那樣的血壓？沒有啊！你要在研究的環境，安靜的獨立的房間，然後有人來幫你量血壓，沒有這種環境啊。所以那種的血壓跟我們家裡的血壓是不同的。所以那種那時候以前的那些說的治療指引，通通說的那血壓跟我們現在不一樣。但是現在比較新一點的一些研究，他們做的研究是怎樣的？就說啊，你就在包括家裡也算了，就以家中為準，因為家中你可以去除掉那些各式各樣的現象，不是以醫院血壓。我們平常想的醫院血壓那個也不是研究的血壓，也不是家中血壓，所以家中血壓比較穩定。OK。那他們之前還有收到一些什麼說什麼年紀越大血壓越高，但是後來他們就做了一個研究，
那他們做研究呢，就是說第一件事，就是說那個他們做60歲到80歲的人，一組把血壓降到150以下，另外一組降到130以下，然後就這樣來比了3年5年也是一樣啊，就一組150、一組130，然後比比看誰活得比較久，誰不會中風。就後來發現呢，130以下的那組減少1/3的中風哦，1/3的心肌梗塞，1/4的心臟病。但現在目前知道130勝過150，那下一個問題人家就來了，120。那120跟140呢？對，那他們就再做個研究，就120跟140比，就後來發現120又勝過140。那問題就來了，那我到底是120以下是不是更好呢？对，那130是不是就夠呢？那所以現在目前的治療指引就是还是因為就是人家就是也是那甚至以後會不會110更好呢？這些都有問題啦。但是現在目前我們大概就是說大約完全正常的血壓我們定義在120/80以下，120/80以下，那130/80以下是可以接受。但這中間還有一些要強調的重點。那個很多人看到我們的舒張壓，就是我們有2個血压120/80啊，對，舒張壓是下面的那個血壓。有人看到很低的時候就不敢再吃藥，就說我血壓太低了什麼那些。這個舒張壓會隨着我們的年齡會一路變化。我們血壓隨着年齡越來越高，收縮壓、舒張壓都會越來越高，越來越高。那但是舒張壓就低的那個血壓，過了50幾歲以後會開始往下轉，會開始往下轉。所以換句話說，到了80幾歲的時候，收縮壓上面也會往下轉，所以血壓不是一成不變。但是到50、60歲以後，你的舒張壓常常重要性就沒有那麼高了。那因為隨着血管年紀越來越大，血管越來越硬，有的人舒張壓到了70、80歲以後會剩40幾、50幾，甚至於30幾。那不用擔心，那是結果，那是你血管硬化的結果，而不是因。所以到那时候就不管它。我们那时候看的注重的還是收縮壓，看上面的就好。对，好，那王医師你在書裡面提到說，運動很妙，運動有2個時間最危險，一個是不運動，一個是突然運動。所以我們都知道運動對心臟很好，可是運動也剛剛講，你要麼就是運動要持續，你不要突然想到的運動反而更可怕。OK。在這本書出來之後，又有好多的不同新的研究。那還有人以前說啊，周末運動員不好啊，就後來有些研究就說啊，周末運動也不錯啦。但是我想強調的一個重點就是說，你如果平常從來沒運動的人，你不要去跑馬拉松，不要一下突然的運動，你要先給自己一些訓練。那不要突然從什麼那個北高雙塔什麼那些的，那些很危險。你先要訓練，先從譬如說，如果從來不運動的人，先從散步開始。1個禮拜有快點，再一個禮拜再快點，再一個禮拜再快點，再逐漸增加。你的運動量逐漸增加的話，你的風險就會低。那絕對不要說突然平常通通不運動，然後突然一下開始那個都流行騎腳踏車，我來騎個，然後我想當年我是怎樣，那這樣就很慘。我當兵的時候跑5000跟把回到那個時代。對啊，想當年我5000，我們連隊的冠軍什麼那些的那就慘了，那就很慘。要慢慢訓練，慢慢增加上來。好，那最後一個問題是，我那天看到一個新聞，我覺得很有趣。他說你的心臟病跟你上廁所有關。他說特別是男生，你上廁所你不要太用力，或者你不要那個。他說那個時刻是你很容易心臟病發作的時刻。也對，但是我 OK， 我們在心肌梗塞的病人，如果住到加護病房去，如果說病人3天沒大便，那個住院醫師就被我們抓過來打槍。為什麼？因為在你出力用力的時候，因為我們大號的時候是我們副交感神經的時候，你用力的時候就交感神經，那時候你會刺激一些某些狀況，所以我們都會希望說讓大便要軟一點，讓大便軟一點。所以尤其在冬天啊什麼那些時候，就是在用力啊什麼那些時候都容易有狀況。所以我們的住院醫師一定要給我們心肌梗塞病人一定要給軟便劑，OK， 絕對不可以讓它便秘，OK， 這些是一些。所以我們有些好發的時間。心肌梗塞，我們剛剛講說，心肌梗塞形容是土石流。那預防土石流我們要怎麼做呢？預防土石流，我們要第一個要水土保持，第二個要維持好天氣，降低三高那些，降低三高，降低體重，規則運動，不要抽菸，這是土石流的方式。那另外一個，那如何預防土石流呢？就是不要台風天，台風天特別容易土石流。那什麼是台風天呢？生氣、太累、熬夜、空污。發炎感染，這些都是土石流的時機，還有包括這是臨時的用力什麼這些，所以土石流時機，所以我們就說，我們都跟病人講說，你這已經心臟不好啦，所以你不准生氣，不准太累，不能熬夜，不能緊張，選舉不准看，政治不准看，一天笑3次，心情越輕鬆越 OK。是好。
那洪醫師曾經講過一個我覺得非常有哲理的話：什麼是最好的醫生？最好的醫生就是讓你沒有辦法感受到他神奇醫術的時候，因為他已經在你還沒有發病之前就把問題給解決了。這就想到以前戰國時代那個扁鵲的故事。扁鵲說，當王說：“你們家裡醫術誰最好？我哥哥最好。我為什麼從來沒聽過他？因為他還沒有發病的時候，他把你問題解決了。那另外呢？我二哥醫生很好，二哥醫術很好。我二哥為什麼醫術很好？因為我二哥在你小病的時候，他就把它給解決了。那你呢？”我都是人家已經快七葷八素了，快折騰半死了，我才把它弄好。所以你覺得我醫術好？沒有，我大哥跟二哥的醫術更好。我覺得洪醫師現在不斷的出來告訴我們這些醫學的常識，就是讓預防。剛剛講到，你不要等到你的心肌梗塞，你不要等到你中風，不要等到你非常嚴重的時候，你就先把你的三高給降下來。三高降下來，就做好你的土石流保護，你的水土保持，做好你的水土保持，你就不會土石流，這才是你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所以我們非常謝謝洪醫師，也非常謝謝你這麼認真的告訴我們這些的衛教常識，謝謝，謝謝，謝謝。非常謝謝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們都會來仔細的閱讀。我們非常謝謝Shina77，你說謝謝我們的制作團隊的精良內容，他小小心意，我們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們也會努力的來制作您喜歡的一個內容。那我們也非常的感謝這個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後呢，你說謝謝我的用心訪問，你謝謝洪醫師認真教學有關腎的健康這個知識。現在對於這種健康醫療是我們在網絡的部分非常認真要耕耘的一塊。我們當然希望台灣未來是一個強壯的國家，台灣未來也是一個偉大而這個健康的國家。另外，我們也感謝了這個 QB Jacky。那你說我們導正了台灣往正向的道路的無形力量，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因為我們相信說，走對方向，走正確的路，比什麼都還重要。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這個 Albert 王，他說你深有同感，從大中小去觀看事情，希望能夠找到不同的產業來說說他們的成長趨勢。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的整個產業趨勢是呈現一個大爆發的狀況，現在連韓國都非常的緊張，所以未來我們也會多報道這種產業趨勢。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成長。另外就是非常謝謝林立清 D2S， 他說你現在看到了伊隆馬斯克的打不敗神話，現在台積電的50公里的強大供應鏈，我們現在也會針對這些國際趨勢，而且在整個國際變化的當中，台灣我們到底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然後那我們也看到了，另外就是這個 Lovely 這個您提到的，就是說感謝我們精闢的見解，把台灣的情勢詮釋得非常的清楚，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努力的方向。因為台灣一直在往前走，台灣的往前走，我們要相信台灣。另外就是這個所謂的755裡面，你特別就感謝，我們也感受到您的這個對我們的肯定，我們真的非常謝謝。另外就是這個藍靜，你說謝謝我們製作優質的節目，他是一個退休人士，支持台灣，我們也希望整個台灣一起來進步。另外就是這個 Boy K。然後呢，你說謝謝我們提供這個內容，然後您說您是政大傳院的學生，那我們也非常謝謝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我們也會非常努力的來感謝您對我們的一個喜愛。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說很久沒有看到宋老師了，那就宋國成宋老師，那你當然我們在兩岸國際之間，我們也會多做這樣的一個報道，甚至就是一個 Helen Pan。然後呢，你說謝謝明老師，明老師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訪問的來賓，未來他也會定期來上我們的節目。非常感謝你們這個喜歡我們也會非常認真，我們非常感謝，因為這麼多人喜歡我，對我們來講那是一種責任，那也是一種我們需要的這種所謂的使命，我們會好好的把這些工作做好。謝謝。